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生野俊明先生所著的《晨间静心时刻，开启顺畅人生的秘诀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充实的早晨是由平静的夜晚打造的，彻底改变明天早晨的夜间习惯；第二，用磨练心灵的晨间清早习惯，让人生从明天开始闪耀。第3节，起床后马上说出这句话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充实的早晨是由平静的夜晚打造的，彻底改变明天早晨的夜间习惯。大家在忙碌的日子里是如何度过早晨时间的呢？充实的利用早晨时间，是引导每天走向更好方向的关键。这是作者一直重视的理念。正如古语所说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一指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，要不断提升自己。早晨是自然焕发新生命的时间，太阳、风、草、流水，所有一切都充满了新的能量，人类也不例外。睡眠中身体得以修复，注入新的能量，因此我们可以以全新的自己迎接早晨。正是这种新的能量，成为充实一天、改善人生的重要动力。大家都知道早晨是重要的时间，但为什么我们无法有效利用早晨，无法度过清爽的早晨呢？更准确地说，是前一晚的生活方式完全错误。早晨的舒适与否，几乎由前一晚的过法决定。优质睡眠引导舒适的醒来，而获得良好的睡眠，最重要的是调整夜晚的习惯。如果晚上能度过放松的时间，身体自然更容易入睡。反之，如果压力大，生活不规律，再怎么想早起也难以实现。建议先从改善夜晚的生活方式开始，即便是觉得早起困难的人，也能比较容易从改变夜晚习惯开始。那么，第一个能够彻底改变明天早晨的夜间习惯是整理收拾，是迎接美好明天的最佳准备。一天结束，离开工作场所时，你的办公桌周围是什么状态？是不是堆满了文件和资料，文具散乱，空罐子或咖啡杯随意放置？其实，迎来良好夜晚的秘诀，就在于工作的收尾方式。作者指出，关键是收拾整理办公桌，把桌上的垃圾扔掉，资料和文具放回原处，然后整理电脑桌面。收拾整理不仅是为第二天做准备，更是一种重要的仪式，意味着今天的工作就此结束。当房间和办公桌整洁时，内心的杂念和迷茫也会被扫除，就像穿上喜欢的衣服，心情会变好一样。整洁的空间能让你心情积极，面对乱糟糟的桌面容易丧失干劲，但整理好的办公桌会让人精神焕发，自然激发动力。收拾整理也是为产生好点子奠定土壤的行为，所以请把一点点整理作为每天的习惯，稍微花点时间，就能让明天更顺利，内心更平静。而且，整理带来的不仅是物理上的整顿，更有助于扫除内心的混乱和迷茫，让你能专注于接下来的行动。大家今天也来用整理收尾这项仪式，为明天调整心情吧。那么，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2个能够彻底改变明天早晨的夜间习惯是设立结界，不把思考带回家里。首先，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，家是一个能够疗愈身心的特别场所，家是让心灵和身体得到重置、恢复能量的圣域，也是和重要的家人、伴侣共度时光的地方。但是，如果你把工作的压力和烦恼带回家，家本来的功能就会受到损害。为了不把工作带进家门，关键在于切换意识，明确今天的工作到此结束的心态。作为帮助，作者推荐设立结界的观念，这就是说，在回家的路上调整心情，切换意识，准备进入休息的空间，这是切换心境的步骤。接下来我来说明这个心灵结界的方法。心灵结界是在离开公司那一刻，这时请在心里对自己说，今天也辛苦了，即使今天并非完美的一天，给自己一些鼓励，心情会变轻松。深呼吸也是有效的，只要轻声说一句辛苦了，
肩膀的紧张感就会缓解，专注地慢慢吸气吐气。通过这种方法，几秒钟内就能让心情平静。吐气时，想象将所有外界的压力排出体外，这样效果更佳。另外，有一句佛教用语“放下着”，意思是放下执着。生活中常常带着的自尊、欲望、烦恼，往往扰乱心灵的平静。这一教诲告诉我们，要轻轻放下这些多余的负担，坦诚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希望大家养成在回家途中有意识地放下工作思虑和烦恼的习惯。这样一来，家就能发挥其本来的疗愈功能，让你度过放松的时光。不仅是工作，烦恼和对未来的不安也请尽量不要带回家。请注意意识的切换，配合深呼吸来实行，把工作和烦恼主要放在玄关之外，让家成为充电的疗愈空间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3个能够彻底改变明天早晨的夜间习惯，是决定把思考留到太阳升起之后。到了周日下午，心情开始沉重，晚上难以入睡，想着第2天的工作或上学的事情而感到焦虑。这种经历大家或多或少都有，这种症状被称为蓝色星期一综合症。这类情况并不少见，是许多现代人面临的挑战之一。另一方面，答案就在于夜晚的心态。很多人认为夜晚是安静的时间，适合冷静思考事情。但你知道吗？实际上，夜晚正是焦虑容易膨胀的时段。比如，担心明天的演讲会紧张出错等不需要马上解决的忧虑，会占据大脑。由于周围刺激减少，忧虑和担心在脑中反复播放，往往比实际更严重。担忧明天的演讲能顺利吗？今天的失误会不会给别人添麻烦？等无解的烦恼会占据头脑，陷入负面循环。这样的状态会导致睡眠浅，影响第2天的表现。因此，重要的是晚上不要做决定，即使焦虑涌上心头，也不要急着下结论，要告诉自己这些事情明天早上再考虑。学会割舍，早晨大脑经过刷新，沐浴阳光，自然就能以积极的视角看待事物。为了减轻周日晚上的忧郁，推荐的习惯是夕阳散步。夕阳是一天结束的短暂时刻，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。全身心投入那个瞬间，能让头脑变得清晰，缓解不安。夕阳象征着禅的教义中所说的无常，也就是一切都在变化的人生真理。这教义告诉我们，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，重要的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，凝视夕阳落下的景象，专注于活在当下，就能感受到内心的平静。不仅是夕阳，月亮、星星、公园里的花草树木等自然的变迁也值得关注。将注意力放在鸟鸣、风的触感、草木的香气上，可以刺激五感，帮助调整生活节奏。禅教中有2个词：观察和见照。观察指的是借助佛陀的智慧，正确判断事物真理的行为，而见照是指心灵作用，不带主观色彩的接受事物本质。观察是如实的看待事物并理解其展现，而见照则是纯粹接受事物，不夹杂主观。这些行为能帮助现代人摆脱长时间的思虑，培养专注于单一事物的能力。夕阳散步正是实践观察和见照的绝佳机会。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融入观察和见照，可以扫除心中杂念，提高情绪转换能力。这种习惯能减轻焦虑和压力，进而提升整体生活质量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能够彻底改变明天早晨的夜间习惯是睡前1小时关闭信息源。你是否有过半夜醒来，手里握着手机，因通知声和屏幕亮光而醒来，然后不自觉地打开手机的经历？实际上，这种习惯对睡眠极其有害。将手机放在枕边不仅会影响入睡，还会降低睡眠质量。其中一个原因是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，蓝光会干扰大脑识别夜晚，促使褪黑激素分泌的能力，使大脑保持清醒状态，难以顺利入睡。此外，枕边放手机，醒来时容易立刻拿起手机，
一旦早晨醒来，打开手机，就可能不断玩游戏、刷新闻，无法迅速起床，浪费了宝贵的早晨时间。这样不仅无法充分利用早晨的特别时光，反而被手机控制，即使用手机做闹钟或接收紧急地震警报。也建议将手机放在离开床较远的位置，这样既能保护睡眠质量，又能迎来更好的早晨。不仅手机、电脑、电视等信息设备同样会持续刺激大脑，导致大脑无法休息，阻碍深度睡眠。因此，推荐养成信息屏蔽习惯。理想情况下，睡前2小时，至少1小时应远离各种信息设备，关闭电源，享受没有信息干扰的安静时光，有助于大脑放松。这段时间应专注于放松自己，比如听轻松的音乐，聆听河水潺潺、风声等自然声音。如果阅读，建议选择刺绣、随笔等能平静心灵的书籍。还可以通过使用香薰、精油，营造更放松的空间。失眠的原因之一是被焦虑和悔恨困扰，担忧那些无解的事情会给心灵带来巨大负担，导致夜间难眠。比如，回想今天工作的失误而懊悔，但事实无法改变。无论多么烦恼，失误的事实不会改变。接受过去的事情，把它当作未来的教训，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实际上，担心那些尚未发生的事情，不过是你自己的妄想而已。当你感到不安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是事实吗？还是只是你自己制造的妄想？大多数情况下，你会发现那只是妄想，而且根本没必要被妄想所困扰。面对不安时，可以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：昨日今日不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是不同的。无论昨天发生了什么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你会成为一个有一点点成长的自己，不必纠缠于过去。还有一句想和大家分享的咒语是本来无一物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从出生开始你就一无所有，即便你失败了，也只是回到了原点，回到了什么都没有的状态，然后从那里重新开始。有了这样的想法，就不必害怕失败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用磨练心灵的晨间清早习惯，让人生从明天开始闪耀。现在就让我们开始详细讲解早晨应该做的习惯。禅宗有一句话：一是打扫，二是信心。意思是，首先要做的是打扫，信心可以稍后培养。打扫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修行之一。所有寺庙的走廊和道路都被擦拭得干干净净，散发出庄严而纯净的气息。仅仅是待在那里，人的心境自然会变得严肃而清醒。打扫被视为修行的原因，不仅仅是清除看得见的污垢，更是一种清除心中杂乱和骄傲的行为。而且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在早晨进行打扫。禅修行中一天会多次打扫，我们现代人不必一次性打扫整个家，只需清理一个小区域，就能更容易坚持下去。尤其推荐的打扫时间是早晨，但只要花5到10分钟进行简单的打扫，就能让你带着清爽的心情开始新的一天，杂念也会逐渐消失，内心会突然进入无心的状态。那种感觉就像是和打扫融为一体，心灵安住其中。这种磨练心灵的过程，是禅宗重视打扫的原因之一。打扫也是一种善行。佛教中有善因善果、恶因恶果的教导，意思是好的行为会带来好的结果，坏的行为则带来坏的结果。通过打扫保持周围环境清洁，是吸引良缘的行为。打扫不仅仅是清理屋里的尘埃，更是清除积存在心中的尘埃和骄傲。通过创造从日常忙碌和执着中解脱的时间，我们的内心得以调整，只需稍微一点点就好。只要每天早晨花5分钟养成打扫习惯，就能让心灵平静，以愉快的心情开始一天。同时，请你意识到，打扫就是在磨练心灵。如果你能在日常生活中融入这样一点禅的精髓，就能从内心获得丰富而充实的生活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早上起床后马上说这句话。
说到晚上躺在被窝里时，或许会不经意地回想起当天发生的事情，觉得要是当时能这样就好了，感到后悔，或者因为担心明天的安排而难以入眠。但是，大多数人都会相信明天也会像今天一样开始，几乎没人会对此产生怀疑。对健康的人来说，每天早晨醒来开始新的一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然而，其实我们会有意识到，这并非理所当然的时刻，比如生病时、灾害发生时，或者重要的人突然离开时，我们才会深刻体会到平日里无意间度过的每一天是多么珍贵。我们常常认为自己是在保护自己的生命，维持健康，但冷静想想，你并不能凭意识让心脏跳动、血液流动。睡觉时，呼吸也是身体自动维持的，这些都是超越我们自身的巨大存在、自然规律和生命机制所维系的。与其说是自己活着，不如说是被赋予生命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，面对自己所处的世界，自然会涌现出感恩的心情。希望大家在早晨开始时带着感恩的心，感谢今天能够醒来，珍惜这条生命，并竭尽全力过好这一天。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，日常的生活方式会逐渐发生变化。早晨本应从这样一个感恩的瞬间开始。大家知道谢谢这个词的由来吗？这个词源于佛教。佛经法句经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人难得一生，而终将一死，如今尚活着，实为难得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作为人类出生是极为罕见的，即使生了，也终将面对死亡。但即便如此，如今依然活着，是因为许多因缘和帮助，非常值得感恩。谢谢这个词正是来源于这份教义，它提醒我们，大家现在能够健康的生活本身就是奇迹，值得感激。我们有时会误以为自己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生活，人生完全由自己掌控，这种想法会滋生傲慢和过度自信，让我们忘记感恩周围的人。正是在这种时候，口中说出感谢这句话，可以让我们反思自己，恢复谦虚的心。早晨醒来后，试着默念一句谢谢你，仅仅这一句话，就能成为一天感恩心情的基础，让内心充满平静。早晨的感恩习惯非常简单，不需要特别的时间和努力，只需在心中浮现感恩，或者轻声说出即可。怀着对今天仍被赋予生命的感激，你将能够在日常平凡的瞬间找到幸福。这份感恩的心，也会改变你对周围人和事物的看法，培养你心灵的富足。我们现在活着本身就是连续不断的奇迹，因此不应把它视为理所当然，而应怀着感恩之心度过每一天。明天早晨醒来时，试着在心里默念谢谢你。这短短的瞬间，或许会成为让你的一天变得特别的第一步，而这种感恩的习惯，也将逐渐改变你自己和你所处的世界。接下来，我要介绍大家早晨应该养成的另一个习惯，打造属于自己的仪式。在禅寺修行中，从起床到睡觉，一天的时间安排都非常严格。生活就是每天重复同样的行为，这样的生活并非用思考去理解，而是用身体去实践，进而获得觉悟的修行。这个理念也可以应用到日常生活中，比如你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的仪式，并每天早晨认真且缓慢地重复进行，这样你就能获得新的视角、新的觉察，并找回内心的平静。据作者所说，他每天早晨的仪式是泡一杯茶，供奉自然。这不仅仅是日常习惯，更是一段倾注心意的特别时间。专心致志地花时间去面对某件事，视野会变得更加开阔，并获得新的觉察。通过重复相同的行为，事物的看法会逐渐发生些许变化，这也会成为自我成长的契机。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样觉察和成长的机会，而发现并培养这些机会则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在喧嚣的日常中，即使只留出一点静谧的时间，也能让内心变得从容宽裕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